世界上擁有最多飛機的航空公司，你知道是哪家嗎？ United Airlines， 沒錯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現役1114架飛機，不僅超過他兩個好兄弟達美跟美國航空，他還外加丟吉他就幫你暴揍一頓的服務。沒錯，就是這家曾經名聲臭到不行的航空公司，如今卻慢慢變成了發展跟野心最強的空中拿破崙。其中東京和香港甚至都已經默默的變成了聯合航空在亞洲的樞紐。我們今天呢，就是要來搭搭看聯合航空前往香港的班機。是說聯合航空搭乘體驗到底如何呢？哦喲，興奮、期待，屁股準備好了嗎？15個小時的航班，我們3、2、1，起飛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今天我要來帶大家飛的是溫哥華經洛杉磯飛香港的航班。會先帶大家開箱聯合在北美內的737 MAX 8，在洛杉磯短暫停留之後，再飛往香港的7879。酷，那我們就事不宜遲，我們就跳到機場吧。好的 ，YVR 有在看我影片的人應該都看膩這個機場了。但按照慣例，還是來簡單說一下報到櫃檯這邊有什麼東東。UA 這裡其實很簡單，2條報到通道，看你是有錢任性的貴族，還是負責吃土的庶民。是說這裡有 UA 的行李吊牌可以拿哦，你就可以拿一個，然後再把你的行李丟進去，然後就可以直接走 Pre-Clearance 入境美國了。讚讚。那很剛好的，一進來就抓拍到了剛剛降落今天要搭的飛機 UA387 波音737 MAX 8 M17328，很漂亮沒錯，但我其實比較想搭旁邊這架漢莎的747，希望在退役之前還有機會可以搭一次。但回到我們的737，聯合航空一共有超過600架的737，世界第3，緊緊排在另外2位737霸主西南跟瑞安的後面，其中123架是737 MAX 8，平均機齡僅僅3.5歲而已，真的是相當年輕。我今天這架當時搭也就2歲，是個妥妥的小鳥兒。事不宜遲，就馬上登機來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吧。聯合航空的737 MAX 8就一種座椅布局，前面16席的商務艙跟後面150席的經濟艙，分別是標配的22跟33的座椅布局。7到21排是他們的 Economy Plus， 腿部空間稍微大一點，有34寸。但我今天坐的位置是最底層的 32A， 可憐的人類，椅子長這樣，給大家看一下。Holland's Meridian Slimline Seats 還不錯哦，老實說，椅子材質都是皮的，頭枕可以上下左右。腿部空間的話，則是載體標準的30寸椅距跟17寸椅寬，下面還可以找到一個萬能插座，3個人分2個。那再來看到前面的椅背，下面的大口袋裡塞了安全須知、清潔袋、點心飲料菜單跟信用卡的廣告單。菜單呢，我就放在這邊簡單給大家過一下。沒飛過北美內航班的，只要知道這裡的航空公司只會餵你一點零食餅乾就好，期待不要太高嘿。但相比小氣巴拉的加航只願意給我吃燕麥棒 ，United 這次提供的有3個選擇，飲料的話則是有這些，然後再往上走一點呢，就來到下放式餐桌，然後就是噔噔娛樂系統嘍。OK， 娛樂系統來重點聊一下，因為我要開始吹了。這個娛樂系統就是我用過最棒的娛樂系統。從硬體來說，它不是最高端，也不是最大的，但可調整的熒幕加上下面的 USB 跟耳機插孔，靈敏度也 OK， 其實在硬體上就已經算合格的了。它真正強的地方其實是在軟體的部分，它的功能超級多，一開始就會跟你講這趟航班可以期待些什麼，很棒。然後就是數不清的娛樂選項，電影、電視節目、音樂、遊戲、Podcast、Audiobook、演唱會、兒童模式、機上菜單、State of the Art 的飛行地圖。基本上你能想到的，你都能找到，而且它還會提供一些非常有幫助的功能，比如說看 Connecting Flights、天氣預報、藍牙連線功能，甚至還有個睡眠站，讓你可以聽着白噪大自然音入睡。如此棒的功能，居然不是所有航空公司都有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而且最後再給各位航空迷一個大禮物，這個居然是可以聽 ATC and Flight Deck 的即時通訊的哦。Oh wow， 各位不來搭搭看嗎？我覺得是超級用心的娛樂系統快累的人類是我。但對，超屌，沒話說，我最喜歡的沒有之一。但我們先冷靜一下，安全影片突然蹦出來嚇我一跳，飛機好像比較想先起飛，我們就先看個起飛片段，然後等一下空中繼續聊嘍，拜拜。
哦耶，起飛嘍！歡迎大家回來。起飛沒多久之後，空服就出來給大家發了耳機，很棒，標準很低。因為一想到隔壁加拿大航空飛北美的耳機居然還要收費，就覺得 ridiculous。來聊一下 WiFi 好了。737 MAX 8是有網絡的，而且如果只是通訊的話，還是免費的哦，不錯不錯。想要更快的，也可以選擇加錢。加上是說，最近 United 也很努力的在全機隊慢慢推出 Starlink 的網絡，這代表之後網絡也只會越來越強。期待之後有機會再來測試看看。至於連上後的頁面，你還可以看到他們的線上娛樂系統，這上面的娛樂選項也是一點都不比你前面那台熒幕少。所以如果你 prefer 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機上的話，你就可以繼續粘，不用撕下來，非常貼心呢。好的，肚子有點餓，剛好零食也準時抵達。一開始不是說有3個餅乾選項嗎？身為敬業的 YouTuber， 當然是3個都要啊。哦耶！但其實吃起來也沒什麼特別的 ，Snack Mix 脆脆的，有點鹹，就是餅乾。Cookies 口感上還不錯，甜中帶鹹，不會過甜。哦，押韻。但後面的鹹味我覺得有點太多了，味道偏複雜。但還好，最後還有一個救場的 Stroopwafel。OMG, you the real MVP. It was waffly delicious. 超級懷念的味道哎！偷偷告訴大家，我之前其實在荷蘭交換過，每天一個 Stroopwafel 是我每天的小確幸。夢回年輕時的我，推推。再搭配一瓶氣泡水，雖然不是正餐，但老實說我自己是很滿足的了。當然，最後的最後，廁所的部分，那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？它這個鎖好像有點壞了，燈就不能完全打開，但隨便啦。baby 台一個小平台 ，United Hand Soap、Kotak 清潔袋跟衛生棉。就這樣，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個中規中矩的廁所。以上基本上就是這第一趟737 MAX 8前往洛杉磯的航班。老實說，我還是非常 impressed 的。不知道大家怎麼想？我說不出什麼特別大的缺點，但我卻能說出非常大的優點。沒錯，前面那台娛樂系統加上網絡加持跟好吃的 Stroopwafel，以北美內線來說，優秀，開心。給 United 這邊拍手。我們最後有在 LA 上空盤旋一圈，我這輩子也是終於看到了洛杉磯那顆眩不虛太陽灑在整座城市上的 Cache Key。降落的時候還剛好是 parallel landing，超酷的啦。And now I officially welcome everybody to LAX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。各種大飛機是飛機迷的天堂，有夠養眼。剛好我的轉機時間有5個小時，大家不介意的話就跟我出去走一趟吧。Oh yeah,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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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nd 沒看過，是不是要被罵了？但身為航空迷，來你阿嬤念 LA 的這個地方，其實也真的只有一件正確該做的事情吧？沒錯，你是不是會讀心術？我要去機場旁邊那間鼎鼎大名的 In and Out， 對吧？該去吧？有飛機迷看到這個景色是不會啊耶的嗎？我這次從七航這邊走過去，大概需要25分鐘左右。我比較閒，也比較窮，就決定用我的2隻腳一步一步的走過去。但如果各位有點錢，還是搭 Uber 好了。畢竟 LA 真的不是一個特別行人友善的城市。但不得不說，西洋真的很漂亮，溫度很舒服，吸了很多的廢氣，感覺得了一點點的肺癌。但看了很多漂亮的飛機。那到 In and Out 後，我就簡單的叫了一個 Double Cheeseburger， 然後到外面賞機，真的很開心。要不是之後天開始黑，我不想在外面待到太晚，要不然我感覺我可以坐一整天。推大家有機會都可以來看看。之後我其實就慢慢走回機場啦，超級短暫的 LA 之旅。話說 LAX 這個機場，感覺可以來簡單聊一下。我不知道大家對 LAX 的印象是什麼，但對我來說就是可怕的交通地獄。機場本身的馬蹄設計，加上缺乏可靠的大眾運輸，以及 LAX 本身龐大的客流量，不用腦都知道這裡的交通就是一個大災難。我覺得這支影片解釋的蠻好的，推薦大家去看。但所幸的是，我這次用的是我美麗的雙腿，我就非常努力的走到了我第2段的出發點 LAX 的第6航廈。OK， 感覺差不多也是時候可以來聊聊我覺得 UA 另外一個非常強大的優點，那就是他們家的 APP。跟娛樂系統一樣 ，UA 的 App 是我用過所有航空公司裡最好用的，功能超級全面，你能想到的資訊全部都有提供。飲料、食物、菜單是基本的，你還可以看到各種關於你要搭的飛機資訊。你可以直接在 App 上選位換位，它還有一些超級貼心的功能，比如說及時更新你的包包到哪一個階段被機器掃描到了，還有超級詳細的 Terminal Guide， 永遠不會迷路。轉機的話，甚至還會直接把地圖給你看，真的非常優秀。如果各位有搭 UA 的話，推薦大家去下載，感覺會很實用哦。哦耶，好的，回到航廈，第6航廈。從地圖上來看，它其實就是一根，所以也不難想象裡面沒什麼好看的，我就很無聊。但各位，我真的是超級大天兵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支影片，但裡面聊了我是如何耍蠢把錢包丟在淘機廁所裡的故事。在那之後，我就決定買一個隨身包，防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。結果各位，我這次呢直接把一整個隨身包都丟了。
我脫外套的時候拿了下來，然後我就把它忘了。是之後櫃檯廣播把東西還給我，我才意識到東西根本就不在我身上，我好像沒救了。我覺得能在美國把東西找回來，真的是上輩子做的好事。謝謝把我包包拿去給櫃檯的好人，我愛你，你好棒。好的，我反省。好啦，我來看飛機。這次第二段前往香港的是聯合航空波音7879 UA152 N27957，登機口的角度不太好，只有一顆頭，所以先偷偷給大家看抵達香港後拍的。UA 目前呢一共有87架的787，其中54架是中間的槓9，平均機齡6歲多，目前數量應該是還差擁有最多787的 ANA 一點點，但超越是遲早的事啦。因為 UA 前不久下了一個超級大訂單，直接懟着 ANA 說你787。最近拿去飛舊金山新加坡航線的最新787，看起來也是真的非常不錯，期待之後可以來搭搭看。但回到這趟，這次的飛機看起來真的超級空，拜託旁邊不要有人，來登機嘍。目前 UA 的波音7879有2種座椅布局，一個是我剛剛提到的最新 Premium Heavy 的布局，另外一個則是我今天搭的48席的商務艙、21席的豪金艙跟188席的經濟艙，分別是標配的121、232跟333的座椅布局。我今天坐的是51A， 超級 lucky！ 今天這班航班的所有經濟艙平民全部晉升為高級平民，人少到每一個都有自己的一排，簡直太爽啦！那我們還是來好好看一下椅子。Collins Aerospace Aspire Seats，31寸的椅距跟17.1寸的椅寬就是正常。一上飛機，椅子上就已經擺放好了枕頭跟毛毯。這個枕頭，嚴格來說算頸枕，非常有想法。但老實說，塑膠的材質又太軟，沒什麼支撐效果，使用起來沒有到很舒服。毛毯也不是特別毛茸茸，就是你能想象的經濟艙毛毯。对，就我覺得這是有進步空間的。我們再來看椅背好了，下面的大口袋裡塞的東西跟第一班基本上一樣，安全須知、信用卡廣告跟飲食菜單。UA 還非常貼心的把上一班旅客想送給我的 KitKat 留在原地，100分的打掃是滿滿的愛。再往上走一點呢，就是下放式餐桌跟娛樂系統啦，蠻簡約的。我會說值得一提的是，娛樂系統是小書第一段737的，有 USB 跟耳機插孔，但卻是不可調整的。娛樂內容跟軟體整體使用起來，基本上跟第一段一樣，都很棒。但出於硬體限制，所以少了藍牙跟和 ATC 的即時通訊，不是世界的終點，依舊是很不錯的娛樂系統，但距離最新的硬體還是有點差距，由奢入儉果然非常困難呢。OK， 那在大家就座後，空服就出來發了酒精棉片跟耳機。第一段沒講，因為戴的不夠久，但這耳機很可惜，真的是我用過最不舒服的耳塞式耳機，塑膠感很重，跟我的耳型可能也不搭吧，戴久了真的超痛，打咩。但空服隨後出來拯救世界，飛機小 delay 30分鐘而已，但空服依舊積極的出來給大家發 pretzel 跟水，可能跟沒什麼客人有關，但哎呦，這個 hospitality on an American carrier， 我是真的沒想到。那居然有點時間，就先來開箱廁所好了。baby 台、馬桶墊、調整水溫的水龍頭跟 United 的 Hansel， 就這樣，簡約到一個不行哎。果然美籍航空公司對於廁所的看法都是趕快用完趕快滾了。但沒過多久後，飛機其實就也準備起飛啦。15個小時，屁股會不會開花呢？我們就等一下見嘍。哦耶！歡迎再次回來。飛機艙來之前，先來快速聊個網路吧。United 的 WiFi 我覺得蠻好的，至少跨太平洋是吊打隔壁那個沒有完全 coverage 的 Delta。跟第一段一樣 ，messaging 是全程免費的，想快一點也是可以加錢啦。實際用起來傳訊息完全沒有問題，甚至連 IG 都勉強可以。我在空中測的網路就放在這裡了。OK， 吃飯時間到，很快就拿到餐點了，因為根本就沒什麼人。這次的選擇有2葷1素 Shiitake Mushroom Sesame Chicken、Pineapple Teriyaki Beef
and cavatappi pasta。我看班機上沒什麼人，我就很厚臉皮的把 chicken 跟 beef 各叫了一頓。我們就先從雞肉開動吧。OK，what the f is this？ 整個餐點包括一個濕紙巾、木質餐具、salt and pepper pack、沙拉跟油醋醬、麵包奶油、brownie cheesecake、一杯飲料跟主食本人。這個賣相真的是有夠可憐。至於味道呢，沙拉就是綠色蔬菜跟額爺的番茄，主食，我該說什麼呢？這就是我吃過最難吃的飛機餐，它真的甜到有點惡心，是美國人會做的那種亞洲菜，調味料加爆的那種。我後面還是把它吃完了，但那只是因為這個 brownie cheesecake 把我從嘔吐邊緣拉了回來。軟軟的，帶了一點嚼勁，很甜沒錯啦，但真的還是蠻爽的。最後那個麵包吃起來也偏向 scone 或者 biscuit 嗎？不太像大家習慣吃的那種白麵包。OK 的，沒事。主餐真的偏雷，也許第二個 beef 選擇會好一點。OK，United 跟飛機餐之間可能有點 beef， 但味道來說，老實說還是要比 chicken 要好一點。它還是一樣莫名其妙的甜，但牛肉蠻嫩的，分量也是多的，合格嗎？可能也沒有，可憐巴巴哦。但我好飽，只能說幸虧這次我是高級平民，還可以躺着睡覺，有點暈碳，先眯一下，就等一下見嘍。早安，大家想我了嗎？各位的2秒大概是我睡了2個小時。你問我為什麼起來？因為我是敬業的拍片仔，準時來到 Getty 報到。可以看到 Getty 這邊有水啊、餅乾、麵包跟好吃的 brownie。多拿了一個 brownie之餘，我還幹走了一個眼罩。OK， 我還有 amenity 可以拿。我也順便跟空服要了一個鳳梨口味的氣泡水。回到座位吃東西看電影。話說，這讓我小小抱怨一下，椅子下面其實是有萬能插座的，但我那排3人位的插座都壞掉了，傻眼！我最後是跑到隔壁充電啦，但如果滿機的話，15個小時沒充電，我可能會瘋掉。所以在這邊簡單提醒一下大家。好的，點心時間到。這次的點心是 ham on cornmeal roll with black pepper honey butter。經歷了剛剛那悲劇的飛機餐，我得說這個點心 tasted so much butter。熱騰騰的加飽的奶油，外酥內軟的麵包，再把 Delta 的那個 pizza twist 搬出來，你就會覺得哦，還不錯哦。吃的有點狼狽，滿手都是油，但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幸福的象徵呢 ？OK， 時間快轉，我15個小時坐在那邊看電影的片段，沒人想看，我們就直接跳到降落前最後的早餐吧。這次的選擇有 pancakes or scrambled eggs。我好像沒有在飛機上吃過鬆餅耶，我就想說來吃吃看好了。這次的早餐有一樣的木質餐具、麵包、奶油、水果、一杯飲料跟 pancake 本人。不得不說，空服都還是蠻慷慨的，每次要飲料都很爽快的給1瓶加冰塊，讚讚。而這次的賣相也是稍微好一點，但味道呢，好啦，沒那麼糟。鬆餅裡面是滿滿的藍莓餡料跟 vanilla cream， 很甜，但不至於到吃不下去。鬆餅皮偏 Q， 不是蓬鬆的那種。但畢竟是 UA 的飛機餐，我的要求可能也早就掉谷底。其他的麵包、奶油跟水果就中規中矩。葡萄蠻好吃的，我的筆記是這樣寫的。麵包有點鹼味，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。但對，以上就是這次的飛機餐。邊吃的部分我就留到等一下結尾了。我只能說，如果你是非常期待飛機餐的人的話 ，UA 嘛，如果有其他選擇，我覺得可以再三考慮一下。那隨着太陽慢慢升起，我們就也即將抵達這次的目的地——香港國際機場啦。我的屁股已經想跳下飛機了，15個小時，就算是高級平民也都還是微微的酸爽。但這次 UA 搭乘體驗，我得說我還是蠻滿意的。優秀的 App、娛樂系統、合格的座椅、網路跟一些基本的設施，蠻好的啊。如果只看這些的話，我是真的會推 UA 給大家。最近幾年 UA 的現代化跟擴張是真的蠻瘋的，但拖後腿的那個飛機餐還是有點太雷了。我只能說很可惜 ，UA 真的只需要再多花一點錢跟好一點的 catering 聯合推出好一點的飛機餐，整體體驗就會香很多。可惜，下次搭 UA 能否看到一些改變呢？我們就拭目以待嘍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這集的全部內容。如果喜歡這種航空開箱影片的話，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、分享、收藏、訂閱。再次感謝各位乾爹乾媽願意支持我的頻道。下一集我們再回到亞洲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搭過深圳航空呢？也是蠻有趣的。我們就下一集見嘍，拜拜。